解放军究竟敢不敢渡海攻台。毕竟他们口口声声3天武统台湾，但现实是台湾早已变成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2000枚反舰飞弹部署四处，400辆远程火箭蓄势待发，还有数以千计的刺针飞弹满地插，全方位构筑起重层防御。解放军真有胆量横渡台湾海峡吗？在动手之前，恐怕得先问问自己来袭的舰队能剩下几艘活着抵台。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可能的跨海浩劫。首先，跨海登陆是人类军事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行动之一。从古今中外的经验看，渡海攻击一方往往处于劣势，要在对方的土地上，在波涛汹涌的海峡中，顶着敌人的炮火，把成千上万的士兵送上岸，难度极高。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是成功的典范，但盟军为此做了长达数年的准备。以压倒性的海空优势和严密的计划才打开了一个缺口，即便如此，登陆当天仍死伤惨重。而如今的台湾海峡比起英吉利海峡更宽更险，台湾防卫军火力比当年的德军不知强上多少倍。更何况今日的武器早非当年可比，导弹满天飞，精确打击无处不在，任何大型船团在海上都如活靶子。解放军若真派出大军渡海，将面临二战登陆部队难以想象的立体火力网，从远距离的反舰飞弹到中程的火箭弹，再到近距离满地开花的防空飞弹，一层接一层的等着他们踏入杀戮区域。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战争爆发的场景，某个凌晨，解放军在对岸沿海集结的2栖舰队悄然起航，数百艘大小舰艇载满了士兵和装备，向着台湾方向压境。他们豪言壮语3日内要在台北升起5星红旗。然而，就在船队刚刚驶离港口，进入台湾海峡没多久，台湾方面早已严阵以待。高耸的乐山雷达和各式情监侦系统早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大批舰艇出动的迹象，联合电子侦察早把共军动向纳入口袋。台湾的指挥中心发出一道道急令，各地防御部队进入最高戒备。不到片刻功夫，反舰飞弹已经蓄势待发，瞄准海峡上的庞大目标群。而对岸的解放军舰队此时或许还自信满满，认为火箭军的第一波导弹攻击已经压制了台湾的雷达与飞弹阵地，殊不知更多的反击正悄然酝酿。黑夜中，台湾西部沿岸的山头与密林间，一辆辆机动发射车从隐蔽的洞库驶出，这些发射车上搭载的正是让解放军闻风丧胆的雄风系列反舰飞弹以及美制鱼叉飞弹。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数十枚飞弹拖着灿烂的火光冲天而起，旋即转向水平，以贴近海面的超低高度高速扑向海峡中的目标。几分钟之内，第一波反舰飞弹已如狼群般扑向解放军舰队。台湾拥有的反舰武器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足以令任何进犯舰队胆寒。据估计，台湾各型反舰飞弹总数可能达到2000枚之谱，其中包括国造的雄风2型与雄风3型反舰飞弹，以及大批向美国购买的鱼叉飞弹和 Slamier 增程型飞弹等。雄风2和雄风3飞弹保守算起来也超过了1000枚，而且每年仍在持续大量生产中。雄风2型是性能可靠的次音速反舰飞弹，速度虽非极快，但低空掠海飞行隐蔽性强，命中精度高。雄风3型更是台湾的王牌杀手锏，以2倍音速掠海飞行，属超音速反舰飞弹，飞行速度快到解放军舰艇的防空系统反应时间极其短暂。一旦它贴着浪头扑来，敌舰从雷达发现到被击中可能只有区几十秒，可以说防不胜防。雄风3被誉为航母杀手，性能甚至比俄罗斯臭名昭著的日制反舰飞弹还更强一筹。在实战中，一枚雄风3命中大型水面舰就足以令其重创甚至丧失战斗力，2枚命中几乎可确保将之击沉。除了雄风系列，台湾还引进了大量美制鱼叉反舰飞弹。鱼叉飞弹经过数十年实战检验，可靠而致命。目前台湾是全球少数同时部署空射、箭射、潜射、岸置4种版本鱼叉飞弹的国家。从20世纪末起，美国陆续提供了各型鱼叉，包含空军用的 AGM-84 空射鱼叉，
海军舰艇发射的 RGM-84 箭射鱼叉，以及潜艇发射的 UGM-84 潜射鱼叉飞弹等等。今年更军售了岸置鱼叉飞弹系统。统计显示，美方出售给台湾的各型鱼叉飞弹总数约800多枚，再加上国产雄风系列几百枚，反舰飞弹累计超过1200枚。而随着台湾国防预算提升，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朝向2000枚的目标迈进。有这样庞大的飞弹库存，台湾完全可以实施饱和攻击，一次齐射出数十上百枚反舰飞弹，让敌舰防不胜防。美军专家曾提出一个公式，希望以5枚反舰飞弹饱和攻击一艘军舰的方式来确保命中击沉率。如果按这个规则，光台湾自己的反舰飞弹就能同时照顾数百艘来犯舰艇。解放军海军现役的大中型舰艇数量虽然位居世界前茅，但再多的船只要在海上密集集结，面对如此庞大的飞弹蜂群，也难逃被击溃的下场。此刻，让我们把视线拉回那漆黑的台湾海峡。解放军的2栖攻击舰群正向东逼近，他们的阵型中有大型的075型2栖攻击舰、071型船坞登陆舰，满载着坦克和数百名陆战队员的072型坦克登陆舰，以及各种中小型登陆艇。另外还有若干驱逐舰、护卫舰在左右借护，试图为运输船团提供防空保护。总兵力号称数万的第一波突击队，就依靠这支庞大船团驰向台湾。然而在远处高空盘旋的美军侦察卫星和预警机，在台湾岛上遍布的雷达站，早就盯死了这支舰队的一举一动。当10几架飞弹突然从海面贴地窜起时，解放军舰队或许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待到雷达警报刺耳响起时，那些快速逼近的雄风和鱼叉飞弹已经到了眼前。霎时间，解放军的舰载防空系统仓促应战，驱逐舰上的雷达飞速旋转，发射干扰丝和诱饵弹，近迫武器系统开火，企图编织一张弹幕网拦截来袭飞弹。数枚飞弹在最后关头被击碎，拖着火球坠入海中。然而，由于反舰飞弹是多方向、多批次同时袭来，防御系统根本无法面面俱到。当舰首方向拦下一枚时，舰尾两侧又有多枚贴海飞行的飞弹扑向运输舰。很快，一艘舷号在前的072型坦克登陆舰左舷被雄风3命中。只见那飞弹以极快的速度钻入距海面数米高的位置，紧接着一团火球从舰身炸开，巨大的爆炸力将甲板几乎掀翻，舰体发出痛苦的金属扭曲声，整艘登陆舰猛地一震，开始猛烈倾斜，舱内运载的数十辆步兵战车和卡车瞬间变成一团团火球与碎片，无数士兵猝不及防在暴风中伤亡。紧接着，又一枚亚音速的鱼叉飞弹突破护卫舰火网，狠狠钻入另一艘登陆舰的舰首。虽然鱼叉速度较慢，但装药强劲。片刻后，舰首爆起巨大水柱和火光，那艘不幸的登陆舰船首被生生撕裂出一个大洞，海水狂涌而入，舰体开始下沉。伴随着成员的慌乱呼喊，这艘船只很快失去动力飘挺，后续跟随的登陆艇猝不及防撞上，场面一片混乱。短短几分钟内，解放军舰队就连遭重创，数艘运输舰起火或沉没，数百上千名士兵还未登陆就葬身海底。一时间，海面上燃烧的残骸与漂浮的油污四处可见，爆炸的殷红火光与破裂舰体发出的黑烟在夜幕中交织。幸存的舰艇陷入极大震惊，他们没想到台湾的反舰飞弹打击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这还只是台湾反舰火力的第一波，紧接着第二波、第三波反舰飞弹可能源源不断从不同方向袭来。台湾本岛的机动发射车可以沿着海岸线机动转移，选择新的阵地继续齐射。台湾空军的战机，例如 F-16V 战机，若尚有升空能力，也可能挂载鱼叉或万箭弹从空中突击，甚至传统潜伏的潜艇也可能在水下发射潜射型鱼叉，对舰队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可以预见，解放军舰队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梦魇。四面八方射来的反舰飞弹让人防不胜防，每一艘船都可能在下一秒被天降神兵击中。即便是号称现代化的解放军驱逐舰、护卫舰，上面配备相控阵雷达和防空飞弹，理论上具备拦截反舰飞弹的能力，
也无法面对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反舰飞弹的蜂拥袭击。一艘驱逐舰上的防空飞弹发射装置有限，不可能同时拦截10几目标，近防机炮弹药有限，也难以持续扫射每一道来袭飞弹。如果导弹来自不同方向，超出了战舰雷达的覆盖角度，甚至可能完全来不及发现。防守一方只要有极少几枚飞弹突破拦截命中要害，就足以让进攻一方的舰艇丧失战斗能力，甚至沉没。这还不考虑台湾飞弹的先进导引技术，雄风系列和美制鱼叉都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末端会自行搜索锁定目标，还具备末端机动变向能力，增加了拦截难度。共军舰艇即使释放电磁干扰、红外诱饵，也不一定能骗过这些聪明的飞弹。此外，台湾也在加紧开发更远程、更高速的新一代反舰武器。一旦投入实战，解放军将面临更大挑战。或许有小粉红会不服气地说，我们解放军有舰队防空，有东风导弹，还可以用歼击机护航，台湾的反舰飞弹未必能有多大用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解放军的护航歼击机首先要面对台湾空军和中程防空飞弹的拦截，根本无法长期贴身护卫庞大船团飞行。至于他们引以为傲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主要针对的是大型航母编队在高速载入时打击移动舰船。用东风导弹来拦截掠海飞行的小型反舰飞弹并不现实。另外，东风飞弹也无法全天贴身保护庞大船团。反之，台湾的飞弹部队可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机动伏击，打一发换一个地方，飘忽难测。共军很难在短时间内透过火力完全剿灭这些飞弹阵地。就算解放军前一波弹道导弹打掉了某些固定飞弹基地，也无法阻止更多流动的卡车式发射器再次冒出来开火。在遍布坑道伪装的台湾岛上，20多个反舰飞弹中队散布各处，就像钉在海岸的一排排毒刺，随时准备给靠近的猎物致命一击。一旦登陆舰受创甚至沉没，对进攻的解放军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一艘大型两栖舰上可能载有几百到上千官兵，如果一枚飞弹将其炸沉，瞬间损失的人数比过去陆战一场大会战还惊人。同时，船上携带的坦克、装甲车、大炮等重装备也将随之葬送海底，无法补充。更麻烦的是，当海上的登陆船团遭受重大损失，被击沉数十艘船只后，剩余船只势必要裹足不前或慌乱后撤。就算某些舰艇侥幸躲过第一轮打击，目睹有舰接连爆炸沉没，士气也会遭到沉重打击。这时候，解放军指挥官面临两难：继续冒死前进，还是下令撤退。继续前进的话，前方还有更多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反舰飞弹在等着他们；如果撤退，则攻台行动等于前功尽弃，而且撤退途中一样会被飞弹追着打，可能损失更大。3天拿下台湾的狂言恐怕瞬间化为泡影。别说3天统一，就算给解放军30天，只要台湾的反舰飞弹火力网还在，解放军很可能连台湾海峡都渡不过去。如果说反舰飞弹是在远距离猎杀解放军舰队的长矛，那么台湾部署的远程多管火箭与战术弹道导弹则是覆盖攻击的重锤，负责对更广泛目标进行火力压制。一提到这方面，就不得不说近年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HIMARS 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是的，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让俄军闻风丧胆的那款海马斯火箭炮。台湾陆军已经订购了29套 M142 海马斯发射车，配套包括864枚远程精确火箭弹 GMLRS 和84枚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预计陆续交付成军。而且台湾军方还规划增购更多的海马斯系统和弹药，可谓不惜重金打造远程火力。目前规划增购数量高达28套发射器，总数将超过50套。未来如果条件允许，甚至可能继续追加。在不远的将来，台湾拥有数十辆机动火箭发射车并非梦想。这些发射车每辆可以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 ATACMS 弹道导弹，部署灵活，开火后几分钟内即可转移阵地，令敌方难以锁定反击。现在试想，当解放军舰队还在航渡途中之时，台湾的远程火箭部队也不会闲着。
很可能在战事一开始，海马斯火箭和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就已经对准了预定的敌军登陆场集结区进行预先火力覆盖。雷霆2000是台湾自行研制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射程依弹种不同约15到45公里，专门用来对付靠近岸边的登陆船团和已登陆部队。一旦敌军登陆艇接近海滩或部队刚上岸集结，雷霆2000可以一口气倾泻数十枚火箭弹，颇有类似二战喀秋莎火箭炮齐射铺天盖地的气势。密集的爆炸将把登陆场变成火海地狱，尚未来得及散开的敌军部队将伤亡惨重，登陆艇、2栖战车可能被炸得东倒西歪，即便挖了沙坑匍匐也无济于事。密集的破片和暴风无孔不入，使敌军难以组织起有效攻势。而海马斯火箭系统则担负更远距离、更加精确的打击任务。它发射的 M31型 GPS 导引火箭弹射程可达70到80公里，能够在30秒内连发多枚，对数十公里外的敌军指挥所、雷达站、补给基地来一轮精准打击。更重要的是，配备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后，海马斯摇身一变成为战术弹道飞弹发射车，每辆车装填一枚 M57 ATACMS 导弹，射程高达300公里，弹头重达500磅，可精确命中300公里内的重要目标。这意味着在整个台湾海峡以及对岸沿海的军事目标都被纳入台湾陆军火箭部队的射程范围。解放军若在福建、广东沿海港口集结登陆舰、运输船团，甚至还未出港，台湾的 ATACMS 就可能率先降临，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的雨前一击。比如厦门、平潭等跳板港口聚集了大批舰船和后勤物资，只要情报确实，海马斯一发战术导弹就能炸毁码头设施、燃料库，让共军渡海计划推迟甚至流产。而当共军船团冒险驶出港口，在海上航行时，海马斯仍有机会发挥作用。如果敌舰靠近到一定距离内，海马斯可以齐射大批制导火箭，在海面上制造弹幕区。虽然以火箭弹直接命中移动中的舰船有难度，但密集火箭弹落在船阵周围，爆炸的破片和水柱仍可能对船只造成损伤和心理威慑。更不要说海马斯还可能装备未来研制的增程型精确导引火箭，甚至美军下一代 PRO-SM 精确打击飞弹。一旦这些更先进的武器列装，台湾的陆基远程打击火力将如虎添翼，可以在更远距离精准猎杀移动舰队。当解放军舰队冒死抵近台湾海岸，试图强行登陆时，等着他们的将是更加密集的火力馈赠。除了前述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外，台湾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署在沿海的各型中长程火炮、反舟波火箭、重型迫击炮等也会一齐开火。岸边隐蔽的自走炮阵地可能在最后5公里距离对登陆艇倾泻炮弹，甚至台湾还有可能动用反登陆水雷、遥控火箭布雷系统，在登陆船团必经之路突然形成雷区。想象一下，解放军好不容易冲过反舰飞弹区，却在登陆艇刚要靠岸时踩上水雷，剧烈的爆炸把登陆艇底部炸出大洞，艇上的士兵和装甲车瞬间被炸飞，这会是多么绝望的场景。在这样多层次打击下，即便极少部分解放军先头部队冲上了台湾的滩头，也将发现自己现身于一片火网交织的死亡地带。他们的登陆点早被台湾军队标定，各种火炮不断砸下。更远处，海马斯发射的精确火箭弹针对性地摧毁他们试图建立的滩头补给点、临时指挥所。一旦共军试图在海滩架设临时码头，集结更多兵力，等来的很可能又是数枚 ATACMS 导弹从天而降，把他们的集结区搅个天翻地覆。可以说，在海马斯和多管火箭的参与下，台湾的滨海火力防线形成了一道远中近结合的陆基火力风暴，远可及对岸港口，近可覆盖登陆现场。在这种风暴中登陆，无异于将部队推入绞肉机。更令人心惊的是，台湾的远程火箭部队具有高度的机动与生存能力。海马斯发射车采用6轮重型卡车底盘，机动速度快，可利用台湾纵横密布的公路和山区道路迅速转移阵地。每次齐射完毕，只需数分钟便可开离原射击位置，让对方的反击扑空。共军固然可以用卫星和无人机侦察台湾岛内，
但要在茫茫山城中精确发现那几十辆不断移动的发射车，谈何容易？就算勉强发现，由于台湾地形多山多掩体，解放军的飞弹或空袭想摧毁它们仍困难重重。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倾全力也难以迅速消灭伊拉克的流动飞毛腿导弹发射车，而现代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同样对乌克兰零星移动的海马斯束手无策。台湾地形和国土纵深虽不如上述例子，但其机动火箭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战术依旧会让解放军头痛不已。也就是说，哪怕解放军前几波弹道导弹和空袭摧毁了一部分台湾固定基地和重装备，只要这些能够在公路上跑的发射车还残存，不时蹦出来发射几轮，解放军登陆部队的头顶上就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试想，解放军刚在滩头立足没多久，运来的燃料弹药正在沙滩上堆积，突然几枚海马斯火箭精确落下，整个补给点化作火海，这种打击将严重延误甚至瘫痪他们后续行动的能力。而后续增援登陆的船只，如果看到滩头烈焰冲天，还敢靠岸吗？所以，没有拔除台湾的远程火箭力量，解放军即使登上一小块滩头也守不住，更别谈向内陆推进。如果说反舰飞弹和远程火箭构筑了海上和地表的拒止网，那台湾遍布的防空飞弹，特别是肩扛式刺针飞弹，则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低空纱网。解放军要成功登陆，离不开空中力量的支援，包括战斗机、攻击机、对地火力支援，以及武装直升机、运输机投送后备兵力。然而，台湾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份惊喜，刺针满地插。也就是说，在台湾广袤的山林、城镇，甚至海岸滩头附近，都可能潜伏着携带肩扛防空飞弹的士兵，他们就像草丛中的毒蛇，等待任何胆敢低空飞临的猎物。刺针飞弹是一种便携式防空飞弹，可以由单兵在肩上扛射，专门用来击落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战斗机或无人机。它采用红外线导引，一旦发射会自动追踪飞机引擎的红外热源，非常灵敏。它最大的优点是机动隐蔽，平时飞弹可以藏在掩体或建筑内，需要时士兵探出头就能发射，一击即收，不给敌机太多反应时间。美制刺针在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曾大量装备，让当时强大的苏联空军极其头痛，数百架苏军直升机和飞机被刺针击落或击伤，直接扭转了战场局势。如今的刺针经过多代改良，更加可靠致命。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中，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数千枚刺针和其他便携防空飞弹，也让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和强击机损失惨重。许多俄军飞行员不得不被迫飞到更高高度投弹，不敢贴地攻击，导致支援效率大减。台湾对此早有借鉴，近年大举向美国采购刺针飞弹，建立密集的近程防空网络。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给立法院的预算报告，台湾陆海军已获得500枚刺针飞弹，并在2025年底前将交付另外超过2000枚。具体而言，先前台湾通过游龙专案购买了250枚刺针给海军陆战队，250枚给陆军，再加上一批发射器和敌我识别装置等。目前这500枚已经大致到货成军，而后台湾又启动游龙2号增购计划，要追加1985枚刺针给陆军，45枚给海军，以及91枚给宪兵单位，加上配套的发射架和识别器等。这批增购弹将在未来数年分批交付，如果全部完成交付，台湾手中的刺针飞弹数量将达到约2600枚之谱。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台澎金马各个可能的战场角落都有刺针埋伏。夸张地说，届时几乎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滨海高地、每一个城镇巷口都可能窜出刺针飞弹的尾焰。共军飞行员若低空飞临，将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这些毒刺的攻击范围中。现在让我们回到解放军渡海攻台的剧本中，假设他们的舰队在巨大代价下终于接近台湾海岸，舰上的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势必要出动，在滩头上空盘旋支援，运送部队，扫荡台军的暗防火力，甚至尝试深入台湾纵深击降奇袭。但当这些直升机成群结队贴着海面飞进陆地时，隐伏已久的防空小组开始了猎杀行动。
也许在某片林地里，数名台湾步枪兵抬头就能看到10公里外逼近的武直升机编队，他们迅速用通讯器请示上级后，毫不犹豫地架起刺针发射器，随着一道利刃般的火光，毒刺飞弹冲天而起，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弧线后，主动捕捉上了领头的一架武装直升机的热源。直升机上的飞行员也许在红外警报响起时惊呼一声，但为时已晚，刺针从后下方高速撞上了直升机，一团火球炸裂开来，那架直升机旋翼立刻断裂，带着浓烟坠入海中。紧接着，岸边不同方位又窜出几枚刺针，对着惊慌拉升的直升机群一阵追杀。短短几秒，又有一架运输直升机中弹，机尾被炸断盘旋落地，里头搭载的空降兵尚未踏上台湾国土就全数葬送。遭此重创后，其余的解放军直升机纷纷拉高逃离，不敢低飞停留。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贴地扫荡台湾滩头的反装甲小组和炮兵，也无法在第一波登陆部队后方迅速激将增援。台湾的刺针防空网将令解放军丧失低空优势，所有攻击行动只能被迫在高空或远距离发起，以减少被便携飞弹打中的风险。然而，高空飞行使得火箭弹和炸弹命中率大幅下降，无法有效压制台湾阵地。同时，台湾本身中高空还有爱国者和天弓等中程防空飞弹构成更外围的防空网，加上空军战机拦截，解放军要取得制空权殊为不易。而刺针等肩扛飞弹则专门封锁超低空领域，这恰恰是武装直升机和对地攻击机最喜欢利用的飞行剖面。如今这一空间变成了死亡陷阱，使得解放军即使短暂夺取一块滩头阵地，也得不到空中的持续支援。孤军深入的部队很快就会被台湾地面防御反击火力各个击破。更具威胁的是，刺针不仅打飞机，同样也能对付在低空盘旋缓慢移动的无人机或巡航导弹。解放军近年配备了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战时定会派无人机在台湾上空侦察和攻击，但台湾以广泛部署电子战系统和防空武器来对付他们。刺针飞弹的部署意味着即使那些小型无人机飞得贴地，仍有被击落的风险。台湾地面部队可根据肉眼观测或雷达引导发射刺针，一旦无人机靠近到数公里范围内，就难逃一击。这将削弱解放军对滩头和前线的侦察能力，使他们无法准确掌握台军部署并引导火力。没有了低空无人机，解放军仰仗的远程火箭炮、舰炮射击就如同瞎子乱打一通，难以压制住台湾灵活机动的防御小组。当然，解放军并非全无对策，他们可能会尝试用饱和炮击或导弹先压制台湾滩头附近潜伏的防空小队。然而，肩扛飞弹小组通常隐藏性极高，往往散布隐蔽在民房、森林、山坡阴影处。解放军一轮轰炸过后，幸存的防空兵仍可从废墟中爬起，扛起飞弹继续猎杀低飞目标。此外，台湾也正持续强化短程防空体系，如计划引进复仇者防空系统以及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便携防空武器。有报道指出，台湾也在开发类似以色列、长钉的短程防空飞弹和反轻型载具飞弹，可以有效应对武直和空降伞兵。如果解放军尝试用运输机在台湾腹地空降兵力，那等待他们的绝不是欢迎的鲜花，而将是漫天飞舞的便携防空飞弹和高射炮弹。1950年前后，解放军在金门曾吃过空降奇袭失败的亏。今天的台湾岛上，防空火网密度远超当年，解放军若重施故技，只会付出更惨痛代价。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已经精心构筑起一套多层次、多维度的防御体系。海上有反舰飞弹封锁，岸上有远程火箭拦腰打击，低空有刺针、飞弹密布。这种防御体系正是军事上所称的不对称作战思路的体现，也就是俗称的刺猬战略，把台湾变成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让对手无从下口。这正是台湾近年来军力建设的核心方向。解放军当然拥有总体军力上的优势，比如他们的飞弹数量、空军规模、海军舰艇吨位都远超台湾单方。但是，要把这庞大的战力真正运用在台湾登陆战中，并不是轻松的事。
台湾利用地形和精良的防御武器，能够以小博大，以守制攻，让解放军的大量装备无法发挥其数量优势。我们不妨再综合描绘一下整个战役进程的关键节点。战争一开始，解放军势必会动用上千枚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狂轰台湾本岛的基地、雷达站、通信中枢，试图瘫痪台湾的指挥和防空系统。然而台湾早有准备，关键设施躲入坚固掩体，假目标和备援系统也到位，不可能在第一波打击就被打垮。与此同时，台湾手中的反击武器、反舰飞弹、远程导弹也开始动作，针对共军沿海集结的登陆船团、港口码头，火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共军越是想压缩战事时间，越会急于大举渡海，但急切之下反而给了台湾火力发挥的机会。一旦大批舰艇离岸暴露于海面上，台湾密集的反舰飞弹就能发挥最大效果。在战争头几天内，台湾很可能将反舰武器倾囊而出，全力重创对方运输能力。有西方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台湾守军能坚持抵抗超过关键的3天72小时，北京将难以宣布一场成功的胜利。为什么是72小时？因为解放军制定的作战假想中，必须在开战后3天内攻下台北，瘫痪台湾指挥体系，才能对内对外宣布统一完成，同时阻绝美日等外援军事介入。如果3天内办不到，那么国际援助可能开始涌入，解放军自身的士气和后勤也会出现问题，战局将朝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正如美国知名智库近期一系列兵棋推演所示，解放军虽然可以在巨大代价下登陆台湾部分地区，但要全面占领绝非易事，而且极可能在数日内陷入僵局。即使没有外军直接出手，台湾的军民抵抗也足以撑上数星期，让解放军难以为继。我们看看解放军自己的准备。据估计，共军第一波2栖攻击能投入约 2.1 万人登陆，如果征用民用滚装船、商船持续渡运，10天内最多可运来约30万兵力。但这听起来庞大的数字背后有2个致命前提：一是第一波登陆部队必须站稳滩头，二是海上运输线要保持10天畅通。很明显，在台湾刚才描述的这种反登陆火力网之下，这2个前提几乎无法同时实现。首先，2万多人登陆部队面对的是10多万守军和数十万后备部队，民防力量，他们若无法在登陆当日攻下港口或机场，打通补给通道，后续将举步维艰。其次，台湾不可能让海上运输线畅通无阻地跑10天，前有反舰飞弹歼敌，后有潜艇和水雷阻路，再加上美日的海空力量很可能在几天内介入巡弋，海峡将成为封锁海域。解放军想连续10天源源不绝送人头过来，台湾方面巴不得如此，每多来一批，就意味着更多运输舰被击沉，更多敌军葬身大海。当年英阿富克兰战争，阿根廷因为区区几枚飞鱼反舰飞弹，就重创英国2艘主力舰艇，令英军登陆行动多番险象环生。如今台湾手里飞弹的数量是当年的100倍、1000倍，而且解放军登陆所需舰船数量也远远多于英军。只要台湾防守方哪怕击沉对方1/10的运输载具，解放军的登陆计划就将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更何况，解放军不得不动用大量民船进行运输，这些改装民用滚装船和货轮缺乏军用舰艇的坚固结构和自卫能力，几乎一击即溃。一枚反舰飞弹命中民船，极可能引发大火，甚至断成2截，船上上千名士兵将毫无逃生机会。这种巨大伤亡一旦发生几起，其他民船船员还有多少勇气继续往死亡海域驶去？可以预料，当解放军舰队损失惨重，登陆受挫时，中国国内外将承受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国际社会会强烈谴责，其他大国甚至可能以此为契机实施军事介入或制裁，而中国国内也会出现对战争前景的质疑。声浪毕竟谁也没料到，堂堂世界第2强国的海军会在台湾海峡陷入如此狼狈境地。如果北京当局执意不顾伤亡猛打，那迎接他们的或许不仅是台湾的顽强抵抗，还有内部民心动摇、政权风险激增的隐患。相反，台湾只要坚守不倒就是胜利。时间拖得越久，
台湾方面就越有利。正如俗话所说，守方不败之地，只需不失，攻方千里奔袭，必计时日。台湾无需主动出击，歼灭全部来犯之敌，只要利用上文所述的重层防御体系，层层削弱拖垮敌军，撑过最初关键的1周甚至更短时间，战局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台湾倾斜。解放军所谓3天拿下台湾的幻想，届时将彻底破灭，他们将陷入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境地。撤退等于承认失败，庞大损失前功尽弃，继续投入兵力，又看不到胜利希望，只是白白填海。不要忘了，台湾背后还有强大的盟友潜在支援。一旦战事超出72小时仍未结束，谁能保证美国和日本不会开始行动？到那时，解放军还能腾出兵力对抗域外介入吗？恐怕自身难保。即使外援不直接参战，他们也将提供情报、军械补给，让台湾越战越勇。这一切都将使得解放军陷入战略上的绝境。最后，我们回到那个原点问题，解放军敢渡海吗？在小粉红们的键盘侠世界里，似乎解放军只是想不想的问题，只要下定决心，就能长驱直入。可现实中，这更是个能不能的问题。就算他们有意孤注一掷，但有多少船能活着渡过台湾海峡？又有多少士兵能完好无损踏上台湾土地？台湾的刺猬防线已经摆在这里，雪亮的事实摆在这里。2000枚反舰飞弹闻风而动，400辆机动火箭瞄准列阵，刺针飞弹密布山林城巷。这些每一项都不是摆设，而是实实在在经过训练和准备的战力。解放军如果轻敌冒进，只会碰得头破血流。3天之内，他们能征服的不是台湾，而可能是台湾海峡冰冷的海水，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沉重的惨败。有人曾把当前台海的局势比作豪猪对巨龙，巨龙固然强壮，但要吞下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非但吃不下，还可能被刺得满嘴鲜血，倒地不起。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冷峻的军事现实。当年尼安德塔人或恐龙般的庞然大物尚且被灵巧的小对手击败，更何况在现代战争中，钢铁与火药从来不相信传统的人数优势或武器数量叠加。在科技武器的加持下，守方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能击溃比自己大数倍的来袭之敌。台湾正是在打造这样的条件，让自己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杀机，让敌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昂贵代价。这就是不对称战力的精髓，也是台湾生存之道。结语：解放军真敢渡海吗？也许唯一能回答这问题的是他们自己，但如果他们足够理性冷静，便会清楚地看到前路的凶险。当下一代一代的反舰飞弹、远程打击武器、先进防空系统源源不断地加诸台湾防卫力量时，武力犯台的代价只会越来越高昂，成功的希望却日渐渺茫。3天武统的神话早已破灭，取而代之的是3天覆没的高风险。这并非我们唱衰谁，而是对可能局面的冷峻预测。与其妄想解放军能带走台湾多少，不如先想想解放军自己能剩下多少。当他们真正面对台湾这座暗藏钢铁獠牙的岛屿时，希望决策者们会三思而行。战争从不是儿戏，一旦启动，退场就不由人。跨过那道海峡之前，请先照照镜子，问问自己，这一战是胜券在握，还是自取灭亡？总之，台湾已经准备好化身为坚不可摧的堡垒，等待任何轻视它的人碰撞在那锐利的长刺上。历史告诉我们，以小胜大并非没有先例，只要小的一方足够坚韧聪明，而现代的精准武器和全民防卫意志更让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未来如何抉择，取决于远方的决策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不求战，但也不畏战。解放军若真胆敢跨海而来，就让他们试试，能有几艘船、几个人活着登陆。相信到那时，他们终将明白，有些仗不是人多船大就能赢的，有些对手远比想象中的要棘手得多。台湾这只刺猬已严阵以待。